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大家看看我身后的环境，全是树木。大家绝对想不到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。我在穿越那个沙漠公路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一个标识牌，写的是沙漠第一村，就下来看了一下。没想到啊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，居然会有一个村落存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村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外人所知道。当时知道沙漠腹地有村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惊讶了，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沙漠中居然还有人生活，并且呢还传承了很多年。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？我们都知道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之为死亡之海，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里面呢寸草不生。但是呢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样沙漠腹地里面，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存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村落为什么会存在，当地人是靠什么生活，他们呢在这里生活了多久。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村落里面，大家走在这样的地方，是不是无法想象这是在一个沙漠里面的村落？那同时呢，看到这个马路，大家也觉得可能不像是一个村，更像是一个城镇。但是确确实实，这里呢就是沙漠中的一个村落。其实在以前呢，与世隔绝很久。正是因为有了我们外面走的那条沙漠公路，这个村落呢才有了这种好的道路。提到沙漠，给人的印象多半是荒无人烟、黄沙遍地。但尽管如此，关于沙漠的诗词确实很多，很多诗人也形容过沙漠。比方说王昌龄的“大漠风尘日色昏，风起半卷出远门”。作为中国最大的沙漠，塔克拉玛干更是被大家称之为死亡之海。关于它的传说也很多，古代人很多名人也来过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呢也想征服这个沙漠，但最终都失败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沙漠腹地的一片绿洲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这个村落呢是四面被沙丘包围，在沙漠腹地，所以呢对外称之为沙漠第一村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村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名字，雅通古兹，它其实是从维语中翻译过来的，意思是野猪经过的地方。众所周知，有动物生活迁徙的地方一定会有水源，这个看起来是沙漠腹地，看不到水源，但是恰恰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流，才能使这个地方有绿洲，有村落。在夏天的时候，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，有一条河流呢是通过这个村落的，给这个村落的人们带来生活用水以及养殖种植所需要的水。其实在新疆大部分的城市，水源都是通过雪山融雪的。你像天山、昆仑山，雪山融水，也就造就了草原、绿洲等等。这个村落的发现呢，其实比较偶然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发现了有石油，当时开采的石油啊，必须要运送出去，所以沙漠公路就由此诞生了。当时雅通古兹去县城采购生活物资的人们发现了这里正在修建公路，看到修建那个图纸时，发现了他们的村落距离沙漠公路只有18公里。于是当时村落的负责人便向上申请，希望能够把他们的村落和这个公路连接起来。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村落的存在，还有人生活在里面。当时大家都被惊到了。那于是呢，这个村落和外面的沙漠公路连接起来了。这条公路修建起来之后，极大方便了村民的进出和生活。早在未通公路以前，雅通古兹的人们很少出行，只有去采购生活的必需品才会出远门。他们进出沙漠主要是靠最原始的那种代步工具骆驼和驴来穿越，马的话在沙漠里面可能行不通。从村子到民峰大概是100公里，他们去采购物资的话，往返需要1个星期。因为穿越沙漠不像我们现在开车就很快了，在很早的时候，一些村民穿越沙漠，他们有一些人呢还消失在沙漠中。所以呢，这个村子的人们呢，以前算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常说的世外桃源可能就是如此。那有了这条公路的出现，人们进出就方便了很多。关于这个村落确切的历史记载还没有，
只能根据当地口口相传的历史传说，大概就是说，在1000年前，一些西域古国的人呢，由于战乱或者其他因素逃进了沙漠，最后呢，他们发现这里有绿洲，水草丰美，并且呢，时不时有动物出现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，把这个村落建立起来，命名为雅通古兹。不管这个村落呢有没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我估计啊，300年历史肯定是有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这种沙漠的绿洲啊，并不是几十年、100年形成的，它形成的历史啊非常悠久。如果没有遭遇到大的环境变化的话，这种绿洲是会一直保存下来的。所以这个村落起码是300年以上。这一排呢都是当地村民的房屋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大家看看，都是有一个小院子，然后呢，上面好像还有一个我们常说的护栏一样，那个应该是晒东西吧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，而且呢，门口还有凳子，这个是不是来访的人可以坐在这里乘凉啊？大家看看，绿化还可以，来里面看看。哦，这挺大的。您这个是去浇水吗？哦，去灌溉是吧？哇，这里面是真凉快呀，外面是大太阳。在这个房子的背面呢，他们种植了很多东西，而且这一大片都是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就跟黄土高原一样的，是那种泥土啊，不是沙漠，不是沙子，因为沙子是种不了东西的。这个村落的房屋，我感觉是统一设计、统一建造的，颜色一样，规模一样，然后呢，都是建在马路两侧。这个树木栽种的也是一样。前面这个是当地的人骑着三轮车，应该是去田地里面吧。哦，他们应该是回家了。Hello， 小朋友好。来这里看看，是不是放假了？最近是不是过节啊？挺好的。我们上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的话就去蜜蜂县。前面能明显的看到种植是一些菜。看这些环境，以及看这个村落的环境，大家绝对想不到，这里呢是一个四周都是沙漠的地方。这个应该属于他们村落灌溉使用的一个水渠吧。现在我算是来到了村尾，从这里出去呢，就离开了村子，看看周边是什么样的。应该确切的来说，也算是我们常说的万亩良田一样了。这些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放羊的地方。这个村落啊，它大概生活方式呢2种，一种呢是放羊，还有一种是种那些瓜。这个村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每家每户前面呢有一个菜园子一样，然后后面呢又是他们的菜地、果园等等。因为他们生活嘛，也是种植一些东西，包括他们看到的很多三轮车啊，都是去干活的。每家每户门口啊都有这个凳子。走在这个村落里面特别安静啊，路上基本上看不到车，也看不到行人，非常安静的一个村落。可能是这是由于大中午啊，太阳比较晒，出来的人少。这是这个地方的学校。说到小学，我觉得我小时候读书挺有意思的。我们村也是有小学，不过呢，1年级到4年级是在村里读书，而5年级呢就要去镇上。当时我们村可能不大吧，我那一届啊，整个班上才7个人，但是到了镇上的话，好像有3个班，每个班呢有60多人，所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又走到村子的边缘了，刚刚是通过这条公路进来的。这个地方不是太大啊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可能10分钟就能走完。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个农贸市场，去看看开了没有。这一排呢，应该是他们这边的店铺啊，这些都是一些餐馆之类的。现在可能都是那个大中午没开，如果到了晚一点应该会开吧。
这就是那个农贸市场了，不知道是每天都有呢，还是逢到什么日子才有赶集。就以前没有路的时候是那个骑驴出去吗？还是什么？毛驴。毛驴是吧？那很厉害。去县城要多久啊？骑毛驴要多久啊？2天。2天，差不多2天。来回4天。哇，那不容易啊，是不容易啊。现在人多了，看看有没有雪糕。有雪糕吗？没有雪，哪里有啊？没开是吧？哦，太热了，我还想吃点雪糕。放假了是吧？你们在哪读书？1个礼拜回来1次。2-3个礼拜回来。这么远，这么久？没有，主要也是太远了。你们这里去民丰要100多公里吧？对，130。哇，那好远。这里现在人多吗？这个村？不多，有几百个人是吧？400多吧。这个村落整体不大，大概20分钟左右就能逛完了。作为沙漠第一村呢，确实是名副其实，很少见到这样的村落啊。以前没有修公路，算是与世隔绝，现在修了公路呢，可以称之是世外桃源，沙漠中的世外桃源。可能很多人会问，他们居住在沙漠当中，为什么不迁走呢？这个就跟我们在云贵川看的很多山村一样，故土难离，大家生活习惯了，不愿意搬走。另外一点呢，这里是一大片绿洲，搬移到其他地方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环境，因为在南疆基本上都是在跟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打交道，所以他们这里有这么一块大绿洲啊，比其他地方还更好。